大厅里面虽然一片劝和之声，但是连宋却发现很诡异的是，没人上去拉着白棋，甚至还一点点地挪开，离白棋远远的。与此同时，司命也发现本来如胶似漆坐得紧紧的折颜上神和白珍分开了，居然有3尺远，刚刚也不再称呼为珍珍。司命认为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才对，要是没有猫腻，那么他就把画本子吃下去。老子问你，这些年在你心里面我到底算什么？西瑶没有见过这样的白棋，也没有听过白棋这样问过他，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你要我为你上刀山火海，我就去上刀山火海，你要我陪你远走天涯，我便陪你远走天涯。这些年我可对得起你？西瑶想了想，这些年白棋的确是爱自己如珠如宝，没有丝毫委屈自己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当年嫁给我的时候你就说了你喜欢别人，我说我不在乎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好，好，你真的以为我是石头做的，真的不在乎？我以为我让你宠你爱你，你会心里有我，可是你心里还是有一个死人，是不是？白棋的眼神越来越冷，让西瑶觉得如坠冰窖。我没有，我心中有你的，只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。西瑶不理解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到底他自己这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他实在是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一句不知道就想打发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死心眼，我就不相信了。那个江冷林一个采花大盗，我还比不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这事就算完了，再让我看到你还去做有关那个淫贼的事情，我见一次就抽你一次。听清没？这个时候的西瑶哪里还想到为什么鬼为婚夫报仇啊，满心满眼的就是白棋骂自己的话和那冰冷的表情。一个想不开，运起法力甩开了白棋跑了。白棋站在原地不发一言，就那么盯着地板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折颜往前挪了一小步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你还好吧？白棋猛地一抬头，神色冰冷地看着折颜，硬是把折颜吓退了一大步。其实这实在是不怪折颜，关键是白棋给他的伤害太大了。夜华看不下去了，就想走上前去拉白棋，但是被白浅死死地拉住。白浅小声地对着夜华警告道，你要是不想让我当寡妇的话，就好好的站着不许去。夜华一惊，怎么说？白浅咬咬牙对着夜华说出来，青丘以外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你可知道我青丘的真正战神是谁？夜华想了想，讶然道，难不成是三哥？对，就是我三哥。白浅觉得实在是很不想承认这个是事实，这个战神不比其他的职位，若是其他的地方，这个战神是可以随便封赏，但是青丘和其他几个少数的仙乡福地不一样，这个战神一直不是自己封了，也不是由天族的天君来封，而是实打实的由老天爷来封，且是只有战神一职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青丘的战神比起一族之君也来得尊贵一些。青丘的史上也就出了寥寥几位战神，其他的时候都是虚位以待。这老三是命中的战神，当年连他的阿爹也是大吃一惊，连呼不可能。谁说不是了？这白棋从小就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好娃娃，针线女工无一不会，哪有传说中的精明能干，虎虎生威。白只觉得丢脸，也就没有传出他青丘的战神临世的消息，只有青丘的人和其他几个外族的君主知道。按白纸的原话是，什么时候像战神样了，什么时候再说。但是几万年了，他三哥还是没有达到他阿爹心中崇拜的战神模样，加上青丘无战事，渐渐的大家就都忘记了白棋的另一个身份。但是战神之所以是战神，那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，是平常之人不能比肩的。白棋是老天爷指定的战神，那么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才对。话说白棋自幼喜欢制作一些兵器、暗器、机关什么的，凤九之所以在这些上面那么行，完完全全是从小合着他三叔混的结果。10来万年前，白棋与一个天族叫洛青的将领交好，两人经常交流制作兵器的经验。一天，洛青对白棋说，白棋，我要去剿灭一个魔族的叛乱了，回来给你带最好的玄铁。怎么派你去？那个江冷灵不知好歹，妄想自立一族，让我去剿灭也是应该的。你放心，不出10日，我一定给你带玄铁回来。好，那我就等你回来，到时我就用那玄铁给你做一把最好的剑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10几日之后，白棋都没有等到洛青回来，
回来的是洛清的亲卫，手中还拿着一块沾了血的玄铁。这个时候白起才知道洛清的一队做了先锋兵，中了敌人的埋伏，差不多全部阵亡，只留下这个亲卫回去通风报信，并且让他给白起带来这块玄铁，说声抱歉，他食言了。白起很难过，这么个兄弟说没有没就没有了。但是最让他愤怒的是，这亲卫告诉他，那些魔族居然把洛清的尸首立于阵前挑衅，须知这是对死者大大的不敬。人可以死可以亡，可以马革裹尸，但是却不能被如此亵渎。白起一言不发地拿着玄铁回到青丘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青丘的祖殿，把那世世代代供奉的战神战甲取了下来，擦拭干净，好好的穿戴好，提起剑就去了魔族。后来的事情白浅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太小，唯一记得的是他三哥一身是血的回来，但是听阿娘说身上伤口不多，大部分是别人的血，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。他二爹当时一是脸的高兴和不屑，我青丘堂堂战神居然还是受了伤，看来还要好好锻炼一下啊。再后来他阿爹听到他三哥的完整故事以后就愕然了，原来白起到达魔族之后，面对几万大军，一个人如入无人之境，硬是把洛清的尸首抢了回来，起码折了魔族1万多的人。到后来根本没人赶上，就看着白起抱着个死人一步一步离开了战场。某一个后来入赘青丘的小仙对媳妇说，我当年在天族是一个小兵，有幸参加了当年围剿魔族分支的战事，没有见过战神，所说听的战神不过是别人从转述话本子上的，或者从他处听到的。那一次我是真的见到战神了，一身轻薄战甲，就那么施施然地进入敌军战营，毫不畏惧，几万的人都不放在眼里，只打得敌军节节后退。他爷爷的真的是英雄啊。当他媳妇委婉地告诉他，他说的那个战神大概是他们青丘3殿下的时候，那个小仙直接幻灭了，拉着他媳妇衣服就不撒手。你是说前几天蹲在泥巴塘里面抓黄鳝的那个人是我当初看到的战神？夫君，你还是接受事实吧，我们青丘的殿下都很平易近人的。不可能，那个憨厚的笑着的人怎么可能是殿下，怎么可能是战神？告诉你，那个人是我心中的神，要是你再拿这事开玩笑，我就休了你。当这位小仙第二天跑到还在泥巴塘中抓黄鳝的白起面前，问到底是不是有那么一回事情的时候，人家3殿下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。那个小仙受不了刺激，就那么直挺挺地栽倒在了泥巴塘中。但是我们平易近人的3殿下还不知所以，以为人家身体不适，冲过去捞起那个小仙，嘘寒问暖了一阵后，隐晦地告诉小仙，你身体不好，要好好的锻炼啊，一个男人怎么能那么虚，你家夫人不会开心的。说的小仙又晕过去一次。当夜华知道了自己三哥原来是那么一个大有来头的人物时，立刻肃然起敬，感叹道，刚刚看三哥露的那手就知道是个高手，希望有时间可以切磋1、2。白浅白了一眼夜华，说道，平时你要和他打，打不了几招他就说累，不玩了，要他真真正正和你打，你不死不残他是不会罢休的。你要我当寡妇，以后带着阿离改嫁不成？夜华，那还是算了吧。被白起盯着的折颜觉得压力很大，白起平日里怎么和他开玩笑都可以，但是万万不能触碰他的逆鳞。想到自己为什么在这白起面前和自己的真真像做贼一般，就不得不摸一把辛酸泪。话说这个青丘的白纸帝君和他的妻子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但是这对恩爱夫妻除了一胎接一胎的繁衍后代外，其他的时候都是2人世界。除了大儿子白玄是图新鲜半圈养半放养的抚养长大外，其他的还在一律丢给他的哥哥。老二白毅是老大带大的，老三白起是老二白毅带大的，这老四白真又是由老三带大的。这每一个哥哥对自己带的弟弟都有着他们阿爹无以比及的责任心，其中老三白起的责任心那是强中之强，王中王。老四白真从小就长得倾城倾国，喜欢和折颜在一处。白起为了满足弟弟的要求，就很长一段时间来折颜的十里桃林来住，3人相处很和洽。随着白真慢慢的长大，折颜觉得自己有点看上这个小辈，时时嬉闹，白起也觉得没什么。后来有一次，老二白毅想让他跟着去3000世界当中一个叫东晋的凡士找一个叫王羲之的求一副字帖，白起就把弟弟托付给了折颜。这个时候的白真已经是一个少年，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。求完字帖的白毅心情很好，邀着3弟在这东晋游玩了一番。
但是有一次，白起看到居然有2个男子在亲热，十分奇怪，就问他那博学的二哥，2个男子也能在一起？他二哥刚刚拿着这副好字帖，全副身心都在字帖上面，回答得很敷衍。2个男子在一起，那么一定是有一方依仗着权势胁迫另一方，这男女分别代表天地阴阳，同是男子，岂不是乱了套？白起大惊，原来是这样，再次问道：那么什么样的会胁迫别人，什么的又被胁迫了？白毅不耐发地打发白起道：胁迫人的一方一定是年纪大，没娶妻，有权势，有地位，有能力；被胁迫的一方一定是年轻貌美，身体娇弱，没能力才会被推倒。这种人怪可怜的，名誉受损，以后说不定都抬不起头来。白起觉得自己二哥说的很有道理，再看看那2个男子，果然大部分符合二哥说的，二话不说跳到那2人面前，痛打了那个欺负人的人，事后拉着受害者说：兄弟，你受苦了，以后遇到这个事情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，会有人帮你的。受害者见到自己相好被打懵了，回过神以后就看到打自己相好的人不见了，自己的相好还躺在地上呻吟，立刻扑上去，心肝宝贝的一阵乱喊。这白毅看到白起打了人，生怕出了事情，等白起一打完就拉着就走了，然后2人分道扬镳，一个是急着回青丘把求来的字帖好好的供起来，一个是想回十里桃林去看弟弟。十里桃林处，折颜在白起离开的这段时日，天天和白珍混在一处，也渐渐明白自己的心意。原来自己是喜欢上自己的小贝，但小贝是一个男子，他觉得问题不大，这个是他们2人的事情，最多以后没有子嗣，要是真的想要那么去抱一个就好，至于他家人的问题，那就更好解决了。不说自己和青丘家相处十分融洽，与小贝的爹是称兄道弟的关系，但是看以前白纸抢走他老婆来看，现在就应该赔一个儿子给他。综上所述，折颜对着白珍下手了，这白珍其实也是喜欢折颜的，所以按着画本子上的半推半就，欲迎还拒，与折颜玩得很开心。期间折颜还偷香成功，引来白珍阵阵惊呼。可是这好死不死的被白起看到了，以下发生的事情也成为了折颜心中的噩梦。白起看到了折颜在轻薄自己的弟弟，怒了，火了，祭出佩剑就朝折颜刺去。折颜是谁？折颜是堪比9重天上东华帝君的老不死，吃的盐比白起多得多。当下反应过来，侧身躲过一剑。白珍一看，原是自己三哥，惊呼一声，但是这一声在白起儿里面听起来不外乎是求救，当下对白珍抱歉地说道：对不起，哥哥来晚了，你受苦了。再看看自己那倾国倾城的弟弟和面前这个活了很久的老凤凰，觉得自己二哥的定位下得很准。自己的弟弟不就是年轻貌美，身体娇弱，没能力一推倒吗？这折颜不就是年纪大，没娶妻，有权势，有地位，有能力吗？轻声安慰下白珍后，抄起剑与折颜轰轰烈烈地打了起来。起初折颜觉得是闹着玩的，但是白起招致命后，折颜不敢掉以轻心了，专心应战，但是发现在白起不要命的打法面前有点落下风。慢慢的折颜觉得有点火了，乘躲入桃林之时用了一个暗招，用了2颗捆仙绳把白起捆了起来。但是这个时候的白起还是没有死心，彻底狂化的人哪会知道认输啊？白起就算被捆倒在地，也不停地挣扎着，叫喊着：你这个禽兽，你这个禽兽，居然敢染指我弟弟，我要你死！折颜很头疼，然后把白起捆到一棵10人才能合抱的梧桐树下，但是白起还在叫喊。折颜不耐烦了，说道：是啊，我就是染指你弟弟，你敢怎么样？然后拉过白珍，一口亲到白珍脸上。白起一看疯了，当下用力，居然把那棵10人合抱的梧桐树拔起，背在身后一步一步走来，还不停叫喊道：放开我弟弟，你个禽兽，我要杀了你！折颜一看彻底惊骇到了，二话不说拉着白珍就跑。等到了青丘，也藏身于白芷等人身后，待白起杀气腾腾地追来。白芷问他怎么了，白起想到二哥说的这种人怪可怜的，名誉受损，以后说不定都抬不起头来。自己的可不就是受害者吗？为了弟弟的清誉，硬是不说话，只想冲上去把折颜碎尸万段。再后来，在折颜不断的解说我和白珍是闹着玩的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是那种人，白珍是我的晚辈，我断断不会向他下手之类的话以后，白起才放下手里的剑，
但是从此以后10来万年都不许折颜靠近他弟弟，这也是为什么折颜和白珍关系一直没有摆出来说的主要原因。能不怕吗？当以后折颜在白芷那里听说原来白起是这一代的青丘战神的时候，再也不敢造次，因为命还是要留着的。当折颜回忆完毕自己的血泪情史的时候，发现白起想往东华那里走去。白起没有理智的时候是可以不负责任的，当下与众人挡在东华的面前。东华觉得很开心，很划算，娶一个小白带一家子的保镖，这样的划算的买卖去哪里找？你们闪开，我有理智的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众人一听放心了，就让出一条道来。白起走到东华面前，居然鞠了一躬，说道：多谢你把那人杀了，你不杀我也要杀的，但是就是有点麻烦，既然你帮了我大忙，那么我就把凤九许给你做个答谢，你和凤九的亲事我同意。好。说完以后，白起转身就走，白毅拦住他问道：你要去哪里？白起苦笑一声，追他已经成了习惯，你说我去哪？白毅神色惋惜，你不后悔？绝不后悔。大殿里的人还沉浸在白起刚才与白毅的对话中，无一不觉得白起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。凤九呐呐地说：真的不知道原来三叔原是那么好的男人。东华瞟了一眼凤九说：怎么？你羡慕？那是当然。放心，他不是我的对手。你也太自信了，有没有听人说太自信就是自负的？没有，这句话是你创的。看不出来你今天有才了。我有没有和你说，你们家的人都挺有意思的？没有。怎么有意思了？东华轻轻一笑，还不够有意思啊，你自己琢磨琢磨，锻炼一下脑子。凤九在纠结他的有意思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，但是他后面的锻炼一下脑子倒是听懂了。当下乘众人不注意，伸手狠狠地掐了东华一把，低声威胁道：你可是知道我是身处青丘女君这个位置的，小心到时候我让你入赘。看到东华不说话了，凤九觉得很开心了，总算是压住了这丝的气焰。要是现在不打压，以后他可怎么活啊？可是凤九却不知道，东华对于入赘一事实在是没什么概念，因为入赘和成亲娶她入门是一件事。现在东华不说话是在想入赘，就是到女方家住的意思。太晨宫住宴了，倒是可以和小白回青丘住。经过白玄白起这一闹，青丘的太阳已是偏西，米谷一看快到用膳的时候了，本想走上前请各位客人用膳，但是正想开口，却见到殿外仙瑞腾腾，彩云漫天，这是青丘帝君的标志。白浅抬眼一看，啊，阿爹和阿娘回来了。的确，回来的是青丘的帝君白芷与他的妻子千慈。白芷携着千慈进入大殿，扫了一眼众人，最后落到东华与凤九的身上，与千慈对看一眼后，表情略带纠结地走到东华面前，定定地看着东华。东华也只管白芷看着他，稳重如山。你白芷只说了一个字就说不下去了。我什么？东华反问。白芷微微打了一个寒战，看到东华旁边还有一个位置，就坐在了旁边。东华也不开口，就那么等着他。白芷不知为什么显得有点颓废，一咬牙说道：既然如此了，你想什么时候把亲事给办了？越快越好。越快越好也要有一个时间啊，快点定个日子。东华看了一下白芷，笑道：那么就在半个月以后吧，有司命在，不愁四海八荒不知道，而且你也可以好好的准备准备。司命觉得很郁闷，虽说帝君这样说是在肯定他的能力，但是却显得他有八卦的气质。半个月？对，半个月。白芷叹了一口气，好，那么就半个月。半个月以后你来接凤九，我想让小白这酒和我回太晨宫，前一天再回来。随你，急你开心。好，那么亲事算是定下来了，各位可有说的？立刻大殿上一片恭喜之声，只有白毅挣扎着要开口反对，被白芷捏了一个决定在原地，但是眼中的反对还是很明显的。白玄立即站起来，挡在他二哥的面前，遮住了那一双反对派的眼睛。西决看到了也没管，反正只要凤九想嫁就好。恭喜恭喜，东华，这下你可是如意了，过2年记得和凤九生个小石头来玩啊。连宋知道现在东华心情不错，于是拿他开涮，倒是把凤九说得脸红。你怎么知道我和凤九生出来的是石头，你生的是石头？
所以才如此推断。连宋，夜晚降临，青丘由白日的喧嚣进入了另外一种沉静的模样。凤九实现了很久以前的梦想，和东华在青丘看星星。初夏的夜晚有点微凉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凤九的好心情。与东华并排躺在草地上，两人都不说话，默默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安静。突然凤九想到一件事情，翻过身看着躺在草地上的东华问道：你是不是认识我爷爷？伴着青丘柔柔的星光，东华的笑没有再带着往时的冷，相反透出一点点的暖。小白，想不想听故事？凤九愣愣地点了下头想。东华起身改躺为坐，把凤九按在膝头。凤九自发自动地找了一个好位置，等着东华讲故事。东华把玩这凤九的头发，开始讲述一个凤九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。